Hello， 大家好，宠粉的姨太又来了。关于电影电视剧失败的讨论，几乎很难避过选角这个话题。特别是原著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每当选角公布后，几乎都能引发原著党的强烈反对。还记得关晓彤和宋威龙合作的那部《凤求凰》吧？都过去2年了，荣止剧照底下依然被书粉们的意难平霸占着前排热评。海外的迪士尼真人版小美人鱼确认由哈里贝里出演女主角后，观众的愤怒甚至波及到了线下的丹麦小美人鱼的铜像。当然，除了小说以外，总是被无限次翻拍的经典影视剧，每一次选角也免不了和优秀的前辈作品进行对比。像楚留香、小龙女这些高频翻拍剧里的核心角色，都是选角失败的车祸重灾区。话虽这么说，还是有很多选角失败的影片在正片播出后顺利变成神仙选角的代表。接下来咱们就来重点来看看，现在口碑不错的东宫在公布选角那会儿可是被吐槽得很惨。东宫是圈内有名的虐文代表，主角李成银多年盘踞腹黑男主榜首，后来被掌中之物的傅盛行超越。早在东宫正式确定影视化之前，各种泛制视频就层出不穷，其中刘诗诗胡歌版的播放量破100万。正因为书粉足够多，所以何时搬上荧幕谁来演都备受关注。那时范冰冰风头正盛，她与唐德合作的《武媚娘传奇》收视极高，话题度和网播量都不俗。于正也有意改编东宫，正好唐德想复制《武媚娘传奇》的成功，就这样范冰冰出演女1号小凤的消息传开。配合范冰冰的咖位，男1号自然要从一线男星里选。随后几个官方号纷纷宣称李承铉已经定下了陈坤，粉丝们可以期待成片了。怎么说呢？除了陈坤被6分以外，杨洋、赵丽颖、林心如也未能幸免。结果谁都没想到，这部剧最后采用了 24K 纯新人彭小苒。等等，仔细一看，这不是老九门爱上2月红的霸道大吐司吗？还记得剧播之时，痴情的石怀禅当时令 CP 粉们心疼不已，在一起的呼声高过原配，但最终还是难逃白月光的命运。即便有这样的滤镜在，大家对他出演曲小凤还是很不满的，几乎所有原著粉都奋起抵制，彭小苒被骂网红脸。从主持人转型当演员的他，演技外形都不被看好，男主陈星旭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定妆照被嫌丑，演技被怀疑。就是在这样的质疑声中，东宫播出了，彭小苒古装美翻，陈星旭的眼神戏很足，播放量更是轻轻松松的就破了亿。东宫女孩至今还没出坑，这反差真是绝了。同样被唱衰的还有银宝，出演超级经典的甜宠剧《杉杉来了》那会儿，赵丽颖的选角受到原著作者大力反对，当时她被黑得很惨，而且名气也没有现在大。顾漫觉得赵丽颖咖位配不上她的小说，甚至还在社交平台冷嘲热讽。不少网友也嫌弃赵丽颖，觉得她看起来很有心机，演不了傻白甜的女主角。然而却被事实再一次打了脸，赵丽颖饰演的薛杉杉，包子脸、丸子头，一脸的单纯可爱。这边刚给女生献了血，转头就被总裁盯上了，糊里糊涂进了公司，糊里糊涂的接受来自总裁的投喂。客观来说，杉杉来了的剧情并不算多么出彩，可赵丽颖却硬是凭借自己放松又自然的演技，把一个傻白甜薛杉杉演活了，把剧演火了。偶尔几个瞬间，甚至连油腻霸总都在小赵清新是傻白甜的表演下顺眼了很多。最后赵丽颖还顺便替傻白甜标签正了一下名，毋庸置疑，赵丽颖就是薛杉杉本山。仔细看才知道，原来很多大火的剧在播出前选角都被吐槽过，像是火爆了一整个夏天的琉璃，这部剧改编自热门仙侠小说《琉璃美人煞》，确定要影视化时就引起高度重视。当初确定主演为程毅和袁冰妍时，同样被原著粉骂翻，大家认为两人颜值低又没有名气，撑不起角色。结果呢，大写的真相现场，楚玄清，你始终是个没有心的人。现在还有谁敢说程毅长得丑呢？袁冰妍呢也把呆萌与霸气两面形象完美诠释，他们俩的组合太适合了，有没有？一开始选角被骂惨的还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刚看到剧照片花时，有多少人笑过赵又廷的古装扮相呢？在原著小说中，夜华是帅出天际的美男子，所以在公布了演员名单后，不少网友就表示对赵又廷的颜值提出了质疑。随着赵又廷的长发造型一曝光，更是引来原著粉的一片吐槽，还嫌弃他完全没有仙侠剧古装美男的气质。就连赵又廷本人对自己的长发造型也无所适从。黑发魔男传。
可是，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播出后没多久，不少人对夜华的态度就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变。一个人分饰两角，明明一样的样貌，就是给人不同的感觉。莫言醒了回来那一刻，7万年沧海桑田，穿越人海，只看你的眼神，泛着泪光，但又燃烧希望。听到白浅说未婚夫，1秒钟停顿，暗淡下来的神情虐哭我们，一个眼神就够。播出前吐槽不断，结果越看越好看，整容般的演技果然不是盖的。真香！杨紫出演紧密那会儿也被质疑过，作为年轻一代演员当中的翘楚，杨紫的演技自然是不用多说。此次在相迷中之所以会有很大的争论，主要原因在于她的颜值。很多人认为杨紫的长相明明很普通，却老是演这种绝世美女，有点接受不了。比如之前的白蛇，尤其是在《青云志》中出演了一回陆雪琪，杨紫曾一度被喷惨。除此之外，还有吐槽原声的，我一直都没觉得我异性好，异性好怎么会都变成哥们儿？实际上，关于杨紫的颜值问题，大家公认的是没有很漂亮，但也绝对不会是不好看。而且杨紫为了演好锦觅这个角色，据说是减肥了10多斤，所以在这部剧中一露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杨紫瘦了很多。平心而论，杨紫在香蜜的形象确实没有很惊艳，但比之前在天机和青云志中却要实实在在好看很多。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香蜜女主一开始的人设是可爱蠢萌的那种，杨紫有演技，再加上本身性格也有点类似，所以演这个角色很合适。不得不说，她和邓伦的戏真是太甜了，不管是把男主当做乌鸦打算炖着吃，甚至是差一点就剁了男主的命根子，以及无意中让男主喝了洗脚水等等的这些情节，杨紫都演出了一种天真烂漫懵懂无知的感觉。哎呀，啥都不说了，恩刷走起。都说到杨紫了，怎么能不说说李现呢？刚出的童颜夫妇可是圈了不少粉，李现一下子成了当红流量小生，一时之间风头无人能及。其实在电视剧刚播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粉丝直言李现不适合这个角色，因为他不是那种大众审美下的帅哥，会把韩商言演成车祸现场。不过好在李现用他的演技证明了他不是最帅的，但却是最适合演韩商言的。前期面对童年时冷酷的真想揍他，但后面发现他不只是对童年这样，而是对所有人都是不要靠近我，让身边人恨不得退避三舍。看到后期发现韩商言对童年是不一样的，他逐渐被童年的善良天真融化，变得患得患失，甚至会主动聊童年。这一系列变化都不好演，但是李现却用自己的演技完美表现了出来。老韩老干部的形象也逐渐深入人心，甚至还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现男友的热潮。播出前被骂惨，播出后真香的还有陈建斌老师，他主演的《甄嬛传》改编自刘恋子所著的同名小说，原著是架空历史，并且更像是玛丽苏言情文。最重要的是，小说里的皇帝可是个盛世美颜大帅哥呢，所以当时公布选角是陈建斌时，大家都觉得导演在开玩笑。公布选角和丁庄账那会儿更是被骂翻，大家都说肯定是部制作粗糙、造型阳春的古装剧，结果后来狂打脸，《甄嬛传》一跃成为最好看的宫斗剧。从2011年上映以来，一直是至今无法超越的经典，更留下甄嬛一出谁与争锋的美谈。接下来说的这部剧，大多数人可能猜不到，那就是口碑极高的《棋魂》。这是一部改编自许多人心中的动漫 No.1 麒麟王。首先，一般漫改剧本来就吃力不讨好，如果无法还原大家心目中的角色形象，或者是剧情魔改，很容易就被全网黑。不出意料，《棋魂》开播初期，楚莹也就是漫画中的左为就被吐槽扮相太丑。然而追了几集之后，大家都被张涛饰演的楚莹圈粉了。她一开始的妆容让人无法接受，但角色塑造的实在太可爱，成为剧中最热门的角色。《棋魂》真的是从选角狂唱衰到后来选角被狂赞的经典例子。赶时髦的鬓边定角黄晓明和尹正时，同样被嫌到谷底。黄晓明的油腻霸总气质让人不敢看，尹正也不是传统定义的帅哥，但同样追过之后，真香！黄晓明凭借该剧摆脱油腻霸总形象，还被大赞非常有魅力，而且和尹正意外有 CP 感。当初看两人站在一起，怎么都想象不出来的 CP 感，竟然在鬓边完美出现了。此处不得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这些电视剧可能永远不会与观众见面了。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封杀、被压箱底、被遗忘，其中的原因有些令人无奈。青簪型杨紫根据策清寒小说《簪中路》改编，讲述了由官宦黄子霞的一段爱恨情仇一步步牵引出大唐皇家金星密案的故事。男主考上了编制，一去无期的那种。而女主杨紫这些年也有了不少爆款剧，她的演技也受到许多观众的认可。
如果这部剧能顺利完成补拍，好歹最后还有点希望播出。夜旅人邓某倪妮，第一部电视剧是夜旅人，由倪妮、邓某、王玉雯领衔主演。这部电视剧是一部悬疑推理剧，讲述了3个不同身份和背景的人，在一次夜间旅行中遇到了一系列神秘事件，并逐渐揭开了一个惊天阴谋的故事。这部电视剧曾经在2019年底开机拍摄，并于2020年初完成了后期制作。然而，就在播出前夕，主演邓某被爆出涉嫌偷税漏税，成为了劣迹艺人。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任何涉及劣迹艺人的影视作品都不能播出，因此夜旅人被迫下架，无缘与观众见面。这部电视剧的封杀引起了很多观众和网友的不满和遗憾。很多人认为夜旅人是一部制作精良、剧情紧凑、演技出色的优质剧，不应该因为一个演员的个人问题而被牺牲。很多人也表示，他们对邓某的行为感到失望和愤怒，认为他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和声誉，也影响了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的付出和努力。很多人还呼吁能够重新拍摄或者换角色，让夜旅人重见天日。浩一行、陈飞宇、罗云熙，这部剧改编自肉包不吃肉所著小说《二哈和他的白毛师尊》，讲述了天下第一宗师楚婉宁和他的弟子默然以守护苍生为使命，不忘入世福道的初心，倾力消弭天裂，护佑众生的故事。鹅厂公开的 S+ 级别的单改剧，这是不是太贪心了？想吃单改剧红利，1审都过了，2审出问题，原著里有肉，所以又刚好遇上单改禁令，因此不能上架播出。要播也会被改得面目全非，硬塞个女主进去，要命。好吧，师妹都改成师妹了，还加了，故意弱化双男主。这剧名也是一改二改的毕成觉、怀沙令，最后才确定浩一行。当然改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播，但好像差强人意。新龙门客栈马克戚薇讲述了锦衣卫周淮安马可氏因奉命保护小鹰王鹰官镇刘耀元氏，而与龙门客栈老板娘金镶玉、戚薇氏、侠女邱莫言、沈梦辰氏上演的一场爱恨情仇与保家卫国的故事。这女一和女二这行为我有点迷茫，尺度太大了，这会不会是播不了的原因？人生若如初见，李现春夏，讲述了晚清庚子国变后青年们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抉择之路的故事。这剧也是一波三折，本来已经定档开播了，都播了6集了，却因为剧情原因引起了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网友的激烈讨论，导致该剧被迫撤档停播。如今女主春夏又因为新片和春晚被除名，陷入舆论风波，本剧再次搁浅。值得一提的是，李现和春夏先后合作过4部作品，却没有一部开播的，真是让人无语。宁安如梦主演，白鹿、张凌赫。据说这部剧当时打算借着长月烬明的热度空降播出的，本来计划2023年5月19日播出的《宁安如梦》在临播出前被紧急撤掉。官方给出的答复是，由于技术原因，《宁安如梦》将延缓播出，播出时间另行通知，我们深表歉意。我犹记得那天晚上会员都充好了，结果平台却说因为技术原因延期播出，那种心情就很难受。后来我才知道，男女主都没问题，居然是因为男三。话说，对于该剧未能如期播出的原因，网上有以下几个推测：第一，剧中有演员发表了不当言论，所以影响了剧集的上线；第二，剧情内容可能有一些问题，无法过审，所以播不了；第三，就是制作公司在制作中出现了问题，导致剧集未能正常播出。对于以上猜测，网络上大多数人都比较倾向于是因为剧中男3号小侯爷燕玲的扮演者周俊伟发表立刻不当言论，被官方封禁，导致剧集无法播出。实在不行 AI 换脸吧。折腰主演刘宇宁、宋佐，这部剧可以说是近来备受关注的一部剧了。这部剧的原著小说我看过，我个人觉得挺好看的，特别是当片花放出来的时候，我就被影片的质感以及男女主的 CP 感吸引了。今年暑期档的剧，这部剧可以说得上是我最期待的剧之一了。原本在这部剧杀青之后，许多观众都在期待这部剧的上映，谁也没想到在临近播出时，饰演女主的宋佐出事了。她被爆出偷税漏税，尽管至今还没有实锤，但是也没有相关澄清。总之，宋佐很大概率将会因此退圈，之后和他有关的一众电视剧也都只剩下补拍这条路走。而折腰这部剧也和他名字一样被腰斩了，现在只能等待重新选角补拍。不过很多观众都认为宋祖儿是折腰这部剧天选女主，部分观众认为这部剧逊就逊，劣迹艺人绝对不能复出。反正目前为止，对于这部剧是否能播出，争议依旧很大，最终还是要看宋祖的调查结果。无忧度主演任嘉伦、宋祖，
这部剧也面临着和《折腰》同样的问题，女主出事了。网友说这是任嘉伦合作的最大牌的导演，也有幕后的工作人员出来说3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很多人都指望着这部剧成为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代表作，结果因为一个人，全部都毁于一旦。这部剧同样也是大制作，和《折腰》一样，因为主演宋祖儿出事，所以暂时不能播出。而《无忧渡》本来即将接档播出，现在也只能暂时埋起来。比较倒霉的是男主任嘉伦，据说这部剧是他这几年拍得很认真的一部戏。而这部剧其他工作人员也是真倒霉。据有关人员透露，这部剧从开始筹备到最终杀青，一共历时5年。其中负责这个项目的一众工作人员准备的服装道具都是精心制作，原本只等上线播出就好。现在他们所有努力都被迫付诸东流。合作的明星只是训了一部戏，还有其他戏可以拍，可这些付出心血的工作人员足足白干了5年。这件事爆出来之后，也有很多人表示同情，认为不要影响其他人付出的心血。落花时节又逢君，主演刘学义、袁冰妍。说实话，不太理解这袁冰妍，我本来也对他没啥好感，官方都批评让整改了，还能二犯，有今天的结果也是活该。只不过我有点心疼刘学义，为数不多的男主戏啊。倾城亦清欢，主演钟汉良、袁冰妍。就算女主角没有问题，我对这部剧的期待值也不高。曾经的钟汉良确实很帅，但是我也实在不想看年过半百的他去饰演20来岁的小伙子，真的太违和了。有网友说，就算这些电视剧无法播出，也没有谁是真正的受害者，演员、工作人员倒拿到钱了，只不过会少一些曝光度而已。但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观众来说就是一种伤害，我们期待了那么久的剧不能播出了，真的让人意难平。除了这几部电视剧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电视剧或多或少因为主演或者配角的问题耽误播出。尤其近几年明星翻车问题屡见不鲜，经常容易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白干了不说，投资的钱也全部打水漂。因此无论是剧方还是投资方，在选拔角色时都应该注意对演员进行备调，并做好对演员的基本培训，等确定演员没问题再进行开拍也不迟。